大龄剩女的未来在哪里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别以为再过几年啊，她们就嫁了。要我说呀，够呛。那38岁还没有结婚的呢，90%都会变成单身的老太太。我告诉你们为啥啊？这帮女人呢，20出头的时候呀，处对象呢就是玩，根本就没想着要结婚。25、26岁的时候呢，身边的同学朋友呀，陆陆续续就开始结婚了，她就感觉很惊讶，觉得自己啊还是个孩子，心态呢还是不着急，碰到喜欢的呀我就嫁，碰到不喜欢的我就再玩几年。到了27、28岁的时候呢，玩也玩够了，身边的朋友呢大多呢也都结了婚，自己也开始着急了，也想着结婚了。但这个时候呀，找对象就太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7、28岁的女人啊，最挑剔，最势利眼。女孩子嘛，20出头的时候啊，不懂事，很容易为了爱情就结婚了。但女人到了27、28岁啊，完了，被网上那些韩剧啊，还有一些心灵鸡汤啊，洗脑洗的也差不多了，还被各路的资本啊、奢侈品广告营销啊，忽悠的也到了晚期。那这个年纪的女人啊，没有20出头的那种天真可爱，也没有真正的成熟，了解幸福的真谛，还自以为啊她自己见过世面，啥都懂呢。最气人的是啥呢？就是甭管谁说，啥都不听，就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所以这个岁数的女人呢，搞对象呢也是最挑剔的，那必须找条件好的，满脑子都是富二代，认为婚姻呢就是女人的2次投胎，不能将就，一直等到了30岁，同学朋友孩子都有了，这下彻底着急了。这个时候开始啊，不顾脸面，开始主动出击了。以前啊，都是等着别人去追她，现在啊，开始主动的去相亲了。到相亲市场啊，就蒙圈了。她发现啊，很难找到和自己匹配的。大多数条件好的男人啊，30岁之前啊，都结了婚。还有一部分条件不好的，年轻的时候呢，找不着对象，30岁了，事业有起色了，也挣到钱了。他反过头来啊，还是会找20几岁的小姑娘。男人嘛，永远都喜欢年轻的，那也不能找30几岁的老娘们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会发现能和自己坐下来聊的呀，只有那些老屌丝，又穷又老又猥琐，或者是离异的。实在不行呢，考虑2婚，你去当后妈呀。有人说你漂亮，30岁是不缺追求者的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要是漂亮，早被人追走了，结了婚了，还要等到30几岁吗？其实就是那些觉得自己长得很美的丑女。女人要是真的30岁以下呀，那追求者太多了，狂轰乱炸，随便选，早就追走结婚了，对吧？那丑，你要是知道自己丑，你也降低标准了，早嫁了。最惨的就是那些自以为长得很美的丑女，她们被资本捧杀了，迷失了自己。条件好一点的、正常一点的男生啊，都不会要你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相亲中啊失望而归。一转眼38岁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反而不着急了，放弃了。忽然感觉一个人也习惯了，那不结婚呢，也有不结婚的幸福，这话熟吧？对了，又是资本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资本还没有完，还在捧杀你。然后呢，你40岁了，50岁了，60岁了，变成了单身的老太太，那这一切谁来负责呢？一个好好的姑娘，她原本可以一生的幸福，为什么变成了单身老太太呢？谁会为这个社会现象负责呢？答案就是资本，就是他们多年潜移默化、无处不在的洗脑，使这些原本天真善良的女孩子呀迷失了，被捧杀了。这些资本为了卖产品，为了赚钱，把大多数人啊都逼疯了，毁了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。大家都拭目以待吧，10年、20年以后，社会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群体，是什么呢？单身老太太。你们说对吗？在咱这相亲的大舞台上，每天都有新戏马上演，今儿个这出啊，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女主角是34岁的港女林小妍，虽说年纪渐长，可那股子港味风情却是愈发浓郁。她生得明眸善睐，一头大波浪卷发随意地披在肩头，衬得脸蛋愈发小巧精致，身材也是纤细苗条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，活脱脱一个从 TVB 剧里走出来的都市丽人。林小妍在香港一家时尚杂志当编辑，成天跟潮流明星打交道，眼光自然是高得很。她这日子过得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一到夜深人静，回到自己那出租屋里，孤独感就扑面而来。眼见着身边朋友一个个都步入婚姻殿堂，有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，她心里那叫一个着急，就盼着能赶紧找个如意郎君，把自己嫁出去。为了这事儿，林小妍的老妈在香港本地没少给她安排相亲，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。那些香港本地的小伙儿，不是嫌她工作太忙顾不了家，就是她瞧不上人家不够有品位。无奈之下，林妈妈一咬牙，托我这在内地人脉广的红娘凤姐，看看能不能在内地给闺女寻个好归宿。
我手头资源是不少，可一听林小妍这情况，心里也犯嘀咕。但看在林妈妈那殷切的眼神上，还是应承了下来。嘿，还真别说，没几天就找到了个看着挺合适的内地小伙，叫张宇轩，36岁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技术骨干，收入颇丰，人长得高高大大，五官端正，性格也爽朗，就是平时工作忙，圈子窄，把自己给耽误了。相亲地点定在了一家颇具格调的咖啡馆，林小妍那是盛装出席，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短裙，裙摆刚到大腿中部，露出白皙修长的双腿，脚下蹬着一双恨天高，挎着个限量版的古驰包包，一进门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张宇轩也不含糊，穿着简约的休闲装，却透着股利落劲儿，早早就在那儿等着了。看到林小妍进来，忙起身招呼。两人刚坐下，还没等我这红娘开口缓和气氛呢，张宇轩就开启了他的反向相亲模式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地说：林小姐，既然咱们今天是来相亲的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我这人平时工作特别忙，经常加班熬夜，没什么时间陪女朋友逛街、看电影啥的。以后要是在一起了，家务活估计得你多担着点儿。林小妍一听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张宇轩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撇了撇嘴说：张先生，你这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找保姆的呀？我在香港每天工作也不轻松啊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回家还得做家务，我图啥呀？张宇轩却不慌不忙，继续说道：还有啊，林小姐，我虽然收入还可以，但我花钱比较大手大脚，没什么储蓄观念，就喜欢买些电子产品、数码设备啥的。以后要是结婚了，经济上可能也得你多操操心。这下林小妍彻底火了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用她那带着港普的口音大声说道：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找对象是想找个依靠，不是来扶贫的。你又没时间陪我，又没钱给我花，我还不如自己过呢。相亲地点定在了一家颇具格调的咖啡馆，林小妍那是盛装出席，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短裙，裙摆刚到大腿中部，露出白皙修长的双腿，脚下蹬着一双恨天高，挎着个限量版的古驰包包，一进门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张宇轩也不含糊，穿着简约的休闲装，却透着股利落劲儿，早早就在那儿等着了。看到林小妍进来，忙起身招呼。两人刚坐下，还没等我这红娘开口缓和气氛呢，张宇轩就开启了他的反向相亲模式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地说：林小姐，既然咱们今天是来相亲的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。我这人平时工作特别忙，经常加班熬夜，没什么时间陪女朋友逛街、看电影啥的。以后要是在一起了，家务活估计得你多担着点儿。林小妍一听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张宇轩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撇了撇嘴说：张先生，你这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找保姆的呀？我在香港每天工作也不轻松啊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回家还得做家务，我图啥呀？张宇轩却不慌不忙，继续说道：还有啊，林小姐，我虽然收入还可以，但我花钱比较大手大脚，没什么储蓄观念，就喜欢买些电子产品、数码设备啥的。以后要是结婚了，经济上可能也得你多操操心。这下林小妍彻底火了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用她那带着港普的口音大声说道：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找对象是想找个依靠，不是来扶贫的。你又没时间陪我，又没钱给我花，我还不如自己过呢。这时候，咖啡馆里其他客人都纷纷侧目，交头接耳起来。我在旁边听得直摇头，心想着这张宇轩今天是咋回事啊？哪有这么相亲的？我赶紧起身，拉着林小妍的胳膊劝道：小妍啊，消消气，咱先坐下来，有话慢慢说，说不定有误会呢。又转头对张宇轩使眼色：宇轩啊，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，快给小妍道个歉。可张宇轩却像是铁了心要把这反向相亲进行到底。他耸耸肩说：林小姐，我没开玩笑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就想找个能接受我这些条件的人，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。
你看你都34了，剩女一个也别太挑了，差不多得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就像一颗炸弹，直接把林小妍给炸毛了。她眼眶泛红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：你说谁剩女呢？我34岁怎么了？我有事业，有颜值，我不愁嫁。你以为你自己条件有多好啊？不就是个只会工作的机器吗？眼看局面就要失控，我心里那个急啊！这好好的一次相亲，咋就变成一场大战了呢？我赶忙把张宇轩拉到一边，悄声说：宇轩啊，你今天这做法不妥啊，哪能这么伤女孩子自尊呢？林小妍条件真的不错，你要是没这意思，咱委婉点拒绝就行，别闹成这样。又跑过去安慰林小妍：小妍啊，你别哭，张宇轩他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么优秀，不愁找不到好对象。林小妍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，边哭边说：凤姐，我知道我年纪大了点，可我也不想将就啊。我在香港打拼这么多年，就想找个能疼我、宠我，让我过上好日子的人，有错吗？我叹了口气，坐到他旁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：小妍啊，你没错，可今天这事儿有点意外。张宇轩可能是压力大，脑子糊涂了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，后面我再给你找更好的。张宇轩在一旁看着林小妍哭得梨花带雨，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。他走过来，语气缓和了些：林小姐，刚才我话说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也是被家里催得急，有点烦躁，才口不择言，你就当我胡说八道吧。林小妍抬起头看着张宇轩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：哼，你这人太过分了，我才不稀罕你的道歉呢。这场风波总算是暂时平息了，两人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下来，不过彼此心里都憋着股气，气氛尴尬的能冻死人。我在旁边干着急，想着怎么才能打破僵局。过了一会儿，张宇轩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对林小妍说：林小姐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既然都出来了，咱们就当普通朋友聊聊天，把刚才的不愉快都忘了，行不？林小妍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于是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。张宇轩跟林小妍分享了自己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些趣事，什么熬夜赶项目，和同事一起头脑风暴解决难题之类的。林小妍也说起了自己在时尚杂志工作时遇到的那些明星八卦、时尚潮流走向。聊着聊着，气氛竟然渐渐融洽起来，两人时不时还被对方逗得哈哈大笑。喝完咖啡，张宇轩主动提出送林小妍回酒店，林小妍来内地相亲，暂住在酒店。林小妍犹豫了更久，才答应了。一路上，两人继续聊天，虽然还是有些小心翼翼，但之前的剑拔弩张已经消失不见。把林小妍送到酒店后，张宇轩礼貌地道别：林小姐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面。林小妍微微点头：张先生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路上小心。看着张宇轩的车远去，林小妍站在酒店门口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不知道这次相亲算不算彻底搞砸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和张宇轩还有没有后续。回到房间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张宇轩的那些话，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又觉得他其实也有几分可爱。而张宇轩呢，开车回家的路上也是思绪万千。他承认林小妍很漂亮，很有魅力，可自己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主动联系林小妍，毕竟一开始就闹得这么不愉快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这红娘两边周旋，一会儿劝林小妍给张宇轩一个机会，说他本质不坏，就是嘴笨；一会儿劝张宇轩主动出击，向林小妍展示自己的真心。好在两人都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，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决定再约出来见见面，互相多了解了解。这一次，张宇轩特意安排了一场密室逃脱活动，想着让林小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刺激和乐趣，顺便也看看两人在团队合作中的默契。林小妍也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穿着一身运动装，扎着个高马尾，看起来活力四射。在密室逃脱场馆，张宇轩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，各种谜题在他眼里都小菜一碟。林小妍则凭借自己的细心和想象力也帮了大忙，两人配合默契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成功逃出了密室。林小妍兴奋的又蹦又跳，
张先生，没想到你这么聪明啊！要是没有你，我们肯定出不来。张宇轩笑着说，你也很厉害啊，要是没你发现那些细节，我也得抓瞎。两人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回味着刚才的经历，聊起了各自的兴趣爱好、生活理想。张宇轩发现林小妍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，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，只是外表看起来有些傲娇。林小妍也感受到，张宇轩虽然一开始表现得很奇葩，但他其实很有才华，是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两人之间的隔阂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的情愫。林小妍开始主动关心张宇轩的工作和生活，张宇轩也会时不时的给林小妍送些小礼物，逗她开心。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过着，林小妍和张宇轩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。有一次，张宇轩带着林小妍回自己家，让她见了见父母。林小妍表现得大方得体，张宇轩的父母对她也很满意。回香港后，林小妍拉着我的手，一脸幸福地说：“凤姐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就错过了张宇轩这么好的人。”我笑着打趣：“小妍啊，这就是缘分，兜兜转转，还是让你们走到了一起。”而张宇轩也跟我感慨：“凤姐，当初要不是你劝我，我差点就放弃了。现在看来，找对象真不能只看表面，得深入了解才行。”看着这两人甜甜蜜蜜的样子，我这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甜。在这相亲的漫漫长路上，有争吵，有误解，但只要双方愿意敞开心扉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说不定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。这一对也算是给那些还在相亲路上迷茫的人一个小小的启示吧。别让一时的冲动和偏见挡住了幸福的脚步，日子还在继续。林小妍和张宇轩开始筹备婚礼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成了相亲圈里的一段佳话，让人们相信真爱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